诸葛亮死前留下一墙头草，坑死蜀国实力最强的一文一武，却为蜀国续命30年。这个墙头草是谁？他在蜀国朝廷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刘备死后，诸葛亮一人撑起了整个蜀国，很多小辈也被提拔了起来。朝堂上为数不多的老人，也就是魏延和杨仪风头最盛。魏延是刘备的部曲，凭借出色实力爬上将军的位置。在关羽、张飞等将领相继死后，魏延坐上蜀国第一大将的宝座，成为了诸葛亮帐下最得力的将军。在第一次北伐当中，魏延向丞相诸葛亮提出子午谷奇谋，向来稳重的诸葛亮呢，并未听取他的意见，在决定蜀军命运的街亭之战中，让马谡为先锋，而非诸将当中实力最强的魏延，导致这次北伐失败。也是这次的失败，诸葛亮意识到魏延无人可以取代，这才重用了对方。第二次北伐中，诸葛亮让魏延带领军队在阳西同魏国名将费尧和郭淮对战。这次对战当中，魏延不负厚望，很快打败对手，获得胜利，被提拔为征西大将军。蜀国第4次北伐，魏延带领部下对决司马懿，将对方打得仓皇逃窜，让司马懿体会到人生第1次惨败。诸葛亮将他出色的表现看在眼里，将他的官位一再提升。魏延在蜀国的地位不断水涨船高，他说话的分量呢也就更大了。但是魏延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不满。什么不满呢？一个是诸葛亮拒绝他的子午谷奇谋，另一个是他与长史杨仪存在矛盾。长史杨仪是诸葛亮北伐时不可或缺的帮手，他曾在曹魏荆州刺史傅群门下当主簿，后来投靠关羽，见到了刘备。刘备同他商议军中大事的时候，发现杨仪总能够提出不一样的见解，心中对其能力表示了认可。后来刘备坐上帝位，杨仪便成为了尚书。汉末年间的尚书无不位高权重，属于朝中的核心成员。从这个官职上呢，可以看出刘备对他还是很看重的。在刘备死后，杨仪凭借出色的才华被诸葛亮赏识，自此跟随诸葛亮多次征战。行军途中，杨仪主要负责筹集粮草，解决诸葛亮很多后顾之忧。要知道，蜀道崎岖，运送粮草并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而杨仪呢，能把运粮之事办好，让蜀军不会因为缺失粮草而陷入人心惶惶的境地，足以说明他确实是个有才之人。诸葛亮北伐为什么可以屡次获胜？这跟蜀国的一文一武有很大关系。他们是谁呢？魏延和杨仪，一个在战场努力拼杀，一个在后方输送粮草，做好行军路上的规划，才可以让诸葛亮将手握重兵的司马懿打得闭门不出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可是呢，有一句话呀是这样说的：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魏延是个武夫，为人较为粗暴，性格还格外高傲。除了诸葛亮呢，他把其他人根本没放在眼里，文武百官避他如蛇蝎。杨仪是唯一敢和魏延正面对抗的人，因为他同样眼高于顶。两人每次商讨军务会议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发生剧烈的争吵。杨仪凭借着口舌之争，经常把魏延骂得狗血淋头。魏延是个嘴笨的人，说不过便会直接拔刀恐吓杨仪。杨仪见状立马抱头逃窜，时不时吓得还会放声大哭。两人在朝中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如果不团结，很容易让敌人乘机而入，动摇蜀国的基业。诸葛亮曾多次调和过他们的关系，奈何双方就是不对盘。到最后，诸葛亮也没有法子，只能下令，如果再发生争吵，各打500大板，尽量做到公平公正。可是诸葛亮心里也很清楚，他自身有极高的威望，才能将两人的矛盾暂时遏制住。一旦自己离开人死，两人内讧肯定会让蜀国陷入危机当中。即便他们没有内讧，软弱的刘禅也会成为魏延和杨仪拿捏的一块肥肉。诸葛亮为了解决这潜在的危机，在死前呢留下了一个人，成功的将这两人一一铲除。这个人便是前面所提到的费祎。时间来到公元225年，诸葛亮南征获胜，率领军队回到成都。为迎接诸葛亮，蜀国朝臣出城数十里欢迎。让人没想到的是呢，
诸葛亮在车上将当时官位并不高的费祎叫上了车，双方还交谈许久。朝臣们看在眼里，很是惊讶。从这方面可以看出，诸葛亮对费祎还是有器重之心的。那么，这费祎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？他为人十分豁达幽默，跟谁都可以玩得很好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和魏延要好的同时，也能轻松获得杨仪的欣赏。在魏延和杨仪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费祎经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让他们关系有所缓和。形象一点来说，他类似于一株墙头草，魏延和杨仪的调和剂。诸葛亮在临死前为什么把兵权给杨仪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蜀汉第5次北伐，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。他知道自己死后没人可以同司马懿抗衡，选择撤退回到成都。同样呢，他预料到自作主张的魏延很有可能带兵出击魏国，一个有勇无谋的将军跟足智多妖的司马懿较量，犹如羊入虎口。因此诸葛亮在临死前留下遗嘱，将兵权交给杨仪，让他领兵回成都。诸葛亮为什么把兵权给杨仪呢？杨仪不懂军事，就不会贪功，就不会有北伐的迫切想法。从另一方面来说呢，魏延同杨仪关系恶劣，魏延一直想北伐，杨仪怎会如他的愿？不得不说，诸葛亮是真的很会审时度势。后来呢，果然如诸葛亮所料，他一死，魏延北伐的心更加强烈。这个时候，诸葛亮留下的费祎起到了主要作用。他干了什么呢？首先，费祎前去魏延帐中一探究竟，看看诸葛亮死后，魏延是否有出兵北伐的想法。魏延本来就心直口快，没有多想，直接把要北伐的心思告知费祎。费祎很清楚目前蜀国面临的形势，当即觉得魏延无药可救，找了个理由，骑马回到杨仪的营帐，告知他魏延目前的想法。而魏延这边懊悔不已，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但他派出的兵马没有追上费祎，思来想去，决定来个破罐子破摔。他先是烧毁了大军必经的栈道，然后派兵攻打杨仪。大将王平站出来，以诸葛亮的余威震慑魏延的兵马。最终，魏延被众叛亲离，在逃亡当中被马岱斩下头颅。魏延死后，杨仪高兴万分。他本来以为没有诸葛亮以及死对头魏延后，自己在蜀国可以坐上宰相的位置，呼风唤雨。怎料回国后，他却发现自己被诸葛亮摆了一道。在杨仪回成都后，他才得知诸葛亮临终前将宰相职位给了蒋琬。杨仪气得跳脚，在他看来，蒋琬在朝中资历没他高，年纪也比他小，功劳也没他高，根本没有资格骑在他的头上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机会反抗。为什么呢？杨仪回到成都后被任命为中军师，没有属下可以指派，只能自己行事。闷闷不乐的他每天怨声载道，费祎看在眼里，决定慰问一下这位老朋友。杨仪看到他上门很是激动，他跟魏延一样口无遮拦，聊天时竟然说出在诸葛亮死后，他应该率领军队投靠魏国的话。费祎嘴上笑一笑，出门呢，立马将杨仪说的话告知给刘禅和蒋琬。杨仪自此被流放到偏远地方。流放过程中，杨仪依旧口无遮拦，刘禅气愤之下下旨将他杀害。就这样，蜀国曾经在朝中风光一时的一文一武，诸葛亮临死前的2个心腹大患，在费祎的推波助澜下被铲除了。而蜀国呢，在蒋琬等蜀汉新人合力治理下，继续存活了30年。不过，费祎始终逃离不掉死亡的结局。他在一场酒宴上被魏国的降将郭修刺死。这个时候，蜀国的气候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，距离晋国统一3国还有13年的时间。